先生，我年轻啊，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然后就是6月3号了，那最要命的一天。上午一直很平静，我们4个人除了在中午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外，一直就在帐篷里昏昏欲睡。到了下午，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解放军开始强行进城，在各处路口和群众发生了冲突，消息不断传过来，说进城部队在6步口那个路口丢了催泪瓦斯，然后因为受阻撤离了。学生和市民还展示了他们缴获的一辆部队偷运武器弹药的公路汽车，一挺机枪就架在车顶上。广场的广播站开始教学生们防备催泪瓦斯的方法，还有就是天知道会不会奏效的用棉被打坦克的方法。为什么用棉被呢？是说把棉被给丢到那个坦克的履带里边，那就可以把那个坦克的那个履带的那个轮子不知道怎么绞在里边之后，坦克就动不了了。这天下午有好多朋友来找我，其中就包括王东和王素波，2位都是现役军人，一个是陆军上校，一个是海军中校。他们都是部队首长身边的人，所以肯定是他们消息非常灵通。2个人穿上便衣，不约而同跑进来跟我说：“你必须想办法出去，不能待在这儿，晚上要出大事。”我问他们什么样的大事？王素波说：“要多大有多大。”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就是要清场嘛。他们这是严重的叫做泄露军事机密，他们当时真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以后要是我抓起来之后要把他们给供出来的话，这2个人都肯定要上军事法庭，不知要判多少年。可是我不可能走啊，自己一个人跑了，把大家都撇上，那就是一个人格垮台的事儿，这是绝对不能做。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就2个字：等死，听天由命。总政话剧团还有一位老朋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我照相。我看他这副情景，心里一边臭骂着刘晓波，一边心想：本人此番休矣。到10点钟前后，具体是不是10点钟，我也没看表。广场以外的4面8方突然枪声大作，而且越来越密集，尤其是西面木樨地那个方向。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打的是橡皮子弹，不久就有人跑来说军队已经真的开枪了，然后不断有人在广场广播站上失声痛哭，控诉当兵的如何的残酷无情的杀人。只不过广场上暂时还算平静我看见几个学生搀扶着一位满头血污、面无人色的军人，挤开人群，一边高喊着别打别打，然后七手八脚的把这个军人护送上了救护车。我们忽然听到纪念碑的西北角上人声鼎沸。刘晓波和我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了好几支冲锋枪，跑上这个纪念碑的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哪儿听得进去啊？怒吼着说：“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刘晓波、我和高鑫，我们3个人和学生们一起，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
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怒视着我们大吼：“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到了6/4凌晨，那时候四面八方已经打枪打得一塌糊涂。我看见一辆装甲车，第一辆装甲车开进了广场，发出隆隆巨响，绕着广场兜了一圈，然后就从东边开走了。枪声响得越来越密集，四面的天空不时地划过一道道闪光的子弹的轨迹。广场的东北角上，我看见一片火光，好像是一辆公共汽车被点着了。我们4个人想下去看看，结果被学生纠察队坚决阻止。这些学生甚至不许我们离开帐篷一步，怕我们中了流弹。这些可爱的、好心的、英勇的，可又是自负的大孩子。他们甚至认为有责任在这个已经发生大流血的夜晚，保证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安全。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那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心里觉得实在好笑，什么人民广场，立刻让我联想起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人民日报，还有人民大学。什么不可丢啊？丢了又能怎么样呢？全都是共产党的电影小说里头学来的。另一边，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说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候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了人，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汽油瓶。汽油瓶就是叫这个莫洛托夫鸡尾酒。二战的时候，苏联人就拿这个去打德国人的坦克。更恐怖的是，还有大批的市民敢死队手里有冲锋枪，不知道是戒严部队丢给他们的，还是他们从戒严部队那儿抢来的。双方的一场恶战看来已成定局，广场上眼看就要血流成河。突然一个学生，北大物理系的邵江，跑到帐篷里来，蹲在我面前。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听见他声音都颤抖了。他说：“周老师太可怕了，完全不是大家事先估计的那样，真的是血流成河了。那些大兵简直疯了，跟疯狗一样，见人就开枪。”这是他原话啊，根本不管男女老幼。他说他刚刚从枪声最密集的几个地方跑了一圈回来。他求我说：“周老师，求求你，现在能救同学的就是你们几个老师了，你千万想个办法救救大家。”邵江说的，当时做的这件事儿，实际上非常值得大书特书，因为现在的人没经历过当时的这些场面的人，很难理解当时海内外的那种气氛。邵江这么做实际上是承担了很大的骂名的因为当时的几乎海内外所有人都认为这么做从广场撤离是软弱，是投降，是妥协等等，是软骨头。哎呀，当然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30多年过去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现在开始越来越占上风了但是当时可不是这样。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柴玲，表扬柴玲，说他是广场的绝食总指挥，
说周舵是妥协投降的广场撤退总指挥。好，我听了少将这番话，心里就想，我能救谁呀？我连救自己都来不及呀！我就问少将说：“你这个主意跟柴玲说了没有？”柴玲是总指挥嘛，他嗤之以鼻，说柴玲跟他说没用，根本说服不了他，而且他也指挥不动同学。我听了之后心想，我是你们的客人啊，我怎么能去指挥好几千同学呢？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对立那么严重，又这么情绪化，我心想，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柴玲都指挥不动，我怎么能指挥得动你们呢？但是思索片刻以后，我下决心了，必须试一试，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试了不成功，我也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如果上帝要灭我们这些人，那是天意；如果不是，那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接着，我先去说服了高鑫，高鑫非常容易跟我一致，他说早就应该撤了，只是他不敢说而已，因为谁说要撤，谁就是叛徒。接着，我们两个人再说服了侯德健，最后说服刘晓波。刘晓波结结巴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撤得成吗？”我说：“不管成不成，总得试试才知道。”我们4个人意见一致之后，我就当场设计了一个操作方案，1、2、3、4、5，一共5条。其中关键的是要去跟戒严部队谈判，不然的话，部队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要来干什么，一阵乱枪就把我们给打回来了，也许就此小命就交代了。旁边一大堆学生纠察队，负责保护我们，那也不知道是保护还是控制啊，因为柴玲私下里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来夺他的权的。没错，我们就是想夺他的权。所以后来王军涛设计了一个所谓叫马拉松接力绝食，一波一波的想要凝聚起一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去夺柴玲的权，否则的话想撤退就毫无办法。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我们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最后我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我还多说了一句没必要的话，我说哪怕是打着白旗也得去，不然怎么撤，往哪撤。后来1990年5月份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我的时候，后来写的报道里边歪曲事实，说我看到坦克隆隆开进天安门广场时，第一个念头是举起白旗。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突发奇想想起这么一出。我专门为这个给《时代周刊》写了一封信，要求更正，威胁说不然的话我就要起诉《时代周刊》。这封信后来确实刊登了，编者还加了一个高度赞美的标题，把我说成是拯救生命的传教士，或者叫拯救生命的天职吧，英文 mission 兼有传教士、传教使团和使命天职的含义。从这次以后，我就对国内外的新闻媒体多了一份戒心。接着我做了一个分工，我们4个人分成2波，我说小波，你和高鑫留下继续劝说同学，因为同学们当时根本就没同意撤呢。我当时给他戴了一顶高帽子，我说你在学生当中影响比我大得多，那你做劝说更有力量。
然后我说：“德建，你跟我一块儿去谈判。”当时我心想，这猴子等于是一张活名片，谁知道什么周舵是谁？那还不是一枪就把我给干掉？要说你是侯德健，那些当兵的可能会手下留情，因为他们也应该听过唱过《龙的传人》。你忽然来2个人，说是代表学生来谈判，谁知道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来谈判？你说话算数吗？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跟我去。刘晓波听了之后还挺仗义，他非说周舵不能去，他跟侯德健一块儿去。我也没问他为什么，侯德健就劝他说：“你这个人脾气太坏，弄不好跟人家吵起来，咱们全玩完。”周舵看上去温文尔雅，不像个暴徒，还是我们俩去。我觉得侯德健真了不起。大家想想，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弄上这条贼船来了，他根本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干嘛来了。我们当时都是首长待遇，那有一个红十字会派来的保健医生，是协和医科大学一个研究生，叫宋松。他就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辆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过来，给你们2位再穿上白大褂，装成红十字会的，这样比较安全，然后去找戒严部队谈判。”正商量着，几个学生纠察队气急败坏地跑进我们的绝食帐篷，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还带着一挺高射机枪，枪管上面一个一个圆孔，大概是散热孔吧，我估计是从坦克，要么就是那个装甲运兵车上拆下来。因为这些市民里头好多复员军人，他们居然把一辆缴获的装甲运兵车一直开到人民大学去了。所以这挺高射机枪很可能就是从上面拆下来。这些市民敢死队把学生纠察队赶到一边去，然后就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那个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清场的时候和军队拼命。当时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处于半歇斯底里的状态了，手里拿着铁棒，说谁上去劝他们撤，就要敲死谁。我们4个人使尽了浑身解数，劝说他们。这5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们一边哭一边讲军队怎么凶残，说他们全是野兽，不是人，说他们如何看着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平白无故的给打得满身的血窟窿。他们说回去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一个。刘晓波本来就结巴，这时候连打工作揖下跪都用上了。在劝说当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5位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待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我就走到一个年纪看上去不到20的一个小伙子面前，这时候我们2个人都已经泪流满面。我劝那个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那个小伙子哽咽着告诉我，说他19岁，是个个体户。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他说他家里有父母，还有一个姐姐。我跟他说，死了的人没法再活过来，你去死也救不好他们。
你要是出了事儿，你的父母还有姐姐会多难过，他们后半辈子怎么活啊？我们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我劝他说：“你千万别冲动，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就这样，好说歹说，总算劝这些士兵敢死队把枪给扔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小波还把一支冲锋枪在汉白玉栏杆上砸烂了。这个场面被还留在广场的唯一的一组外国记者，据说是西班牙的一家电视台，当着这些记者的面把这支冲锋枪给摔碎了。这成了后来这个刘晓波没有被判刑的一个重要的所谓的立功的重要证据。少将跑过来对我说，他受过军训，问我是不是把枪栓卸掉。我告诉他快去。过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说，已经把枪栓卸了，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最关键的是，广场的市民里还有好多的冲锋枪。一旦这边枪声一响，军队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立即就会按反革命暴徒来处置。那广场上的人就非常危险了，后果不堪设想。野战部队和警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受到的训练是谁先开枪谁活命，谁后开枪谁死。当时我设计撤离方案，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可是不是真的全都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把握。当时真的是千钧一发。后来有政府里的朋友私下告诉我，说有关部门在广场里安插了好几百便衣，准备一开始清场就先把我们这些重点人物控制住，好让学生群龙无首。可是他们在清场前就全都跑了，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就连他们都怕被打死，可想而知当时的情况有多混乱多危险。